诸位长辈，请你们静下心来，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或者看看身边的老伴儿、老朋友，是不是每天都在受这些苦？早上好不容易爬起床，双脚踩到地板，脚底就像针扎一样痛，足底筋膜炎反复发作。走到镜子前，伸出舌头，舌苔白厚的像铺了一层化不开的霜。刷牙时还会干呕，喉咙里总卡着一口痰，吐不出也咽不下。吃完早餐没多久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眼皮重得像灌了铅，又想睡觉。出门买菜，走几步双腿发沉，好像绑了沙袋。下午肚子胀得像青蛙，小腹那块肉怎么都减不掉。上厕所时大便黏黏糊糊，冲好几次才干净。这些感觉你们是不是特别熟悉？你们跑去大医院挂号排2个小时的队，好不容易见到医生，跟医生说最近好累，腰酸背痛，手脚没力。医生抽血照 X 光，看完报告告诉你指标一切正常，你觉得累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器官老化，这是正常退化现象，你缺维生素 B 群，你骨质疏松，回去多吃钙片和保健品就行。听懂了吗？西医只看机器上的数字，根本不看活生生的人。他们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老化，这根本不对。人老了确实有磨损，但绝不会让你天天像泡在水里一样沉重难受。这不是老化，是你吃错了。你每天每顿都在亲手把湿气毒药往嘴里送。中医讲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，湿气是万病之源。什么叫湿气？简单说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引擎，气血是汽油，正常引擎该干净顺畅。可如果你在汽油里掺了泥巴水，引擎就会越跑越慢，最后卡死生锈。湿气就是你身体里的泥巴水。台湾四面环海，梅雨季节和春分时节，外面的湿气本来就重，你们还不信邪，每天拼命在身体里制造内湿，内外夹击，经络和五脏六腑全被堵死，湿气重浊往下走，所以腿会肿会沉，湿气粘滞，所以大便粘马孔，并缠绵不愈。你越吃越累，睡10个小时还是觉得没睡饱，因为身体在拼命对抗你吃进去的毒药。很多人说我现在很注意养生啊，我不吃炸的，不吃咸的，早上吃馒头配无糖豆浆，中午吃阳春面，晚上吃水饺或全麦面包，这不是很清淡健康吗？大错特错。这些你们以为顾身体的吃法，其实正在败坏脾胃。今天我们不谈配菜，只谈每个人每天都逃不掉的主食北饭和面条。你们以为米饭和面条差不多，只要能吃饱就行，只要卡路里差不多就没差别，这想法太肤浅。米饭和面条在五行属性上，在对脾胃的影响上，差距其实非常大。一个是养脾胃化湿气的救命恩人，另一个却是让你越吃越累，痰湿缠身，3高难降的湿气元凶。老一辈人天天吃白饭，力气大，能下田种地。现在的人天天吃精致面食，却连爬3楼都喘不过气。这背后藏着被现代食品工业掩盖、被西医营养学忽略的真相。用中医阴阳五行的智慧来看，水稻种在水田里，泡在水里长大，却天生具备强大化湿能力。它吸收土地的土气，又统御水液的阳气，能在水里生存，就懂得如何排解多余水分。同气相求，白米饭吃进脾胃，脾属土，土能克水，不但不会增加负担，反而启动脾胃阳气，把身体里的粘稠老废物变成汗水和尿液排出去。所以老一辈中午扒3大碗白饭，下午照样顶着太阳干活，腰杆直挺，没有3高，没有关节痛。再看面条，小麦种在北方旱地，气候干燥寒冷，它天性拼命锁水保湿，收敛固色，磨成面粉，加水揉面团，黏糊糊的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像浆糊一样贴在墙上，1年都不掉。当这团黏糊糊的面食吃进温暖湿润的胃里，立刻像强力胶一样粘住胃壁和肠道，不但不能排水，还把气血搅成浓稠痰湿。台湾是海岛气候，春天梅雨季到处发霉，你们早上吃大肠面线，中午下白面条，下午吃软面包，晚上吃牛肉面，这是在外面湿气重的情况下还人为制造内湿，里应外合，经络全塞住，不通则痛，关节当然痛，气血堵的血管，血压当然高。现在超市和面摊的面条还加了漂白剂、改良剂、防腐剂，生机早就被破坏，变成死气沉沉的化学混合物，在肠胃里发酵腐败，下午肚子胀，放臭屁还以为消化好，其实是在产生毒气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脾属土，像土地一样负责运化食物，
转换成气血，滋养全身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，脾喜燥恶湿，最怕阴冷潮湿黏糊。面条、面包发酵过程本身就产生酸腐湿气，吃进肚子里遇到胃酸，立刻变成极黏的死面糊，粘在胃壁上，让脾胃疯狂消耗阳气去消化。年纪大了，阳气本就走下坡，脾胃很快虚弱，无法运化水分，食物停在体内变成死水，浓缩成痰。湿胖人多，痰湿大肚子，脂肪瘤，血管堵塞，全是脾胃被面食瘫痪后代谢不掉的垃圾。我以前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长辈，一位60岁的阿嬷，全身关节痛，手指肿得像香肠，早上痛到拧不了毛巾，走路膝盖咔咔响，大便黏，马桶冲不干净。他自以为养生，每天吃全麦吐司配冰燕麦奶，中午下面条，我让他停掉所有面食，从第2天开始只吃热腾腾的白米饭或白米粥，配生姜和炒青菜。1个星期后，他回诊说，早上吃热粥后，额头微微出汗，肚子暖暖的舒服，大便成型了，关节肿痛消了一大半，整个人轻盈很多，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。这就是白米饭的威力，它粒粒分明，不黏不腻，带着大自然的阳气，容易被脾胃消化，不消耗阳气，反而化作暖流补脾胃。脾胃有力，就像抽水马达，把陈年湿气全部抽干净，腰不酸，腿有力，血压自然平稳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知道该吃米饭了，可白饭要怎么煮才有最好祛湿效果？有糖尿病的老伴能不能放心吃？已经吃了几十年面食，全身湿气重，有没有马上救急的方法？别急，我把尼师传承下来的3大救命法则毫无保留告诉你们，只要乖乖照做，7天就能看到变化。第1法则，绝对不能碰的3大面食地雷。排毒不如先断毒，先把制造湿气的源头切断，隔夜冷面线、凉面不能碰。小麦本寒凉，放冰箱后寒气更重，吃下去脾胃阳气瞬间冻结，容易胃痛，胃食道逆流，膝盖提早坏掉。精致软面包、发酵糕点不能碰，发酵过程产生酸腐湿气，加了奶油、白糖改良剂吃下去，膨胀成酸臭死面糊，在肠子里发酵产气，制造血管垃圾。勾芡的羹面、大肠面线不能碰，太白粉勾芡，让面条裹上厚厚淀粉，浇水像柏油倒进下水道，肠胃粘得死死的，容易打嗝、胃酸逆流。第2法则，用对的方法吃白米饭，选台湾在地蓬莱米，不要糯米太黏，也不要一开始吃糙米太硬伤胃。洗好米加水前，切3到5片新鲜生姜丢进去，再滴几滴纯正芝麻油或干净猪油。生姜温阳化湿，唤醒脾胃阳气，好油润滑肠道。电锅跳起后，打开锅盖，一股姜香油香扑鼻而来，吃下去胃里暖烘烘，额头可能微微出汗，这就是阳气启动湿气外排的信号。配当季青菜豆腐或卤肉，就是顶级养生餐，它变成纯净气血，滋养全身骨骼经络。第3法则，晨起开脾化痰的30秒仪式。早上醒来不要马上下床，先躺在床上，双手搓热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揉肚子36圈，给脾胃热身。起床后，如果前晚煮好粥或保温杯，焖了加生姜的白米热水，倒1小碗温热的生姜米汤，在刷牙吃固体食物前慢慢喝下去，它像清晨阳光，冲刷掉胃里残留酸水粘液，点燃脾胃火炉。喝完等30分钟上厕所，再吃黄金牌湿饭当早餐。坚持这3条法则7天，你会发现舌苔变薄，脚步变轻，大便成型，关节痛好转，血压平稳。中医从来不骗人，吃对主食就是在救自己长辈们。改变几十年的习惯不容易，儿女老伴可能不理解，会笑你迷信，但吃对主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健康问题，它关乎整个家族的命脉和晚年福报。你辛辛苦苦攒的退休老本，别因为一口错饭毁掉，还拖累儿女。假如你继续贪方便，吃了面包和面条，几年后中风倒下，关节痛，坐轮椅，糖尿病洗肾，最痛苦的不只是你，还有正在忙工作养孩子的儿女，他们要请假甚至辞职照顾你，老本全变成医药费，家里愁云惨雾。你把自己照顾好，每天吃一碗热腾腾加生姜的黄金牌湿饭，走路有风，不痛不喘，血压正常，不让儿女操心，不把钱送进医院，这就是你对家最大的贡献，是替子孙积的最大福报。
一个充满阳气的长辈，就像家里的太阳，能镇住家里的磁场，保佑阖家平安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把冰箱里的发酵面包、冰冷凉面、化学添加死面条全部扔掉，去买一包上好的台湾蓬莱米，切几片生姜，滴2滴好油，用心为自己和老伴煮一锅热腾腾的白米饭。当你吃下第一口，胃里暖烘烘的时候，你吃下去的不只是食物，更是生机，是下半辈子的健康与尊严。如果你听懂了，愿意为了自己和儿女改变习惯，请现在在留言区郑重打下这12个字：吃对主食，阖家平安。让这12个字成为我们的约定，让善念产生强大共振，保佑你和家人远离病痛，健康长寿。别忘了把这支影片转发给你身边还在吃面包、吃面线、被西医洗脑的老朋友，你一个小小的分享，可能就挽救了他们全家人的命运。愿中医智慧忽悠台湾每一个家庭，平安健康，